元吉啊，啊，我感觉不妙啊！不妙，你赶紧过汉口去找张景良，叫他多带弟兄把咱们接出去。现在啊！大都督，胜了，咱们胜了！你说什么？大胜了！咱们打败了张彪的部队，把他们整个的撵出汉口了。真的。看来这清军也没什么可怕的。是啊。英雄啊，英雄啊！军令部及黎大都督：汉口败退之清军，其步兵约2彪，附有机关枪，已占领三道桥北端社口附近一带。本协已完成清理战场任务，并将防守阵地转与第2协河西番部。本协即刻携伤员若干返回武昌，本夜宿营武昌，并协助武昌省城防卫。第5协协同熊秉坤于前线。吴夫人，梅师爷也出来看热闹啊？明军大胜，吴夫人心里一定很高兴啊。我高兴不高兴没什么，你看这些百姓多高兴啊！以前哪能看到这么欢快的场面啊？会乱的，会大乱的。梅师爷，你可真够固执的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老先生，您来啦？想吃个什么？打仗死了那么多人，你有什么可乐的？哎，看您说的，咱们自己的队伍打了胜仗，我不高兴还哭啊？自己的队伍啊？谁是自己的队伍？哎，您看，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啊。这个脸喝红的，这以前是我们小店的伙计，跟我一起干活的，现在人家是政务了。嘿，赶明儿我也去当兵，没准多杀几个清兵啊，我也能成政务啊。当兵打仗岂是儿戏？尤其是跟朝廷的军队打，
怎么能轻易取胜呢？老先生，你就别操这个心了，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，咱不打也不行啊。哎，您说你想吃点什么吧？我还忙着呢。哎，给我来碗热干面吧。好，来碗热干面，热干面一碗。实在抱歉，陆姑娘，你和令妹的事情，我无法做主。要想作为一名护士啊，需要专业训练才行啊。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我和小妹不过是想为这场革命多尽些力而已。哈哈，你们已经捐了不少了，对我们的帮助够大了。你会不会处理啊？啊，你能不能慢一点啊？不会，我可以学嘛。你那么厉害干嘛？这满屋全是伤员，现学救人来得及吗？走走走走，走开！对不起。快点啊！小云，小云，怎么了？我看这边伤员太多，就想过来帮帮忙。好好好。结果这个当兵的他使劲叫疼，然后这个家伙就过来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没经过训练就包扎伤口，人家当然会要疼了。陆姑娘，你也不要太责怪令妹了，她也是一片好心嘛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啊，没事。医生，那个伤员不行了。告辞。我们走吧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在这当护士。你又不懂，怎么能当呢？咱们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啊。反正我不回去，我留下来，他们也不会赶我。不能救伤员，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情啊，洗衣做饭我都会。那我不回去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！哎，别喊了。人呢？轻伤还是重伤啊？当然是重伤了。那跟我来吧，那边。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如莲姐，你先回去吧，不用担心我啊。哎，来这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头已经没有了，还要再想办法。是。给伤员躺的，起来。小心点。郑莹，你看那个女的。她不是咱们抓的那个女的吗？小心一点啊你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现在不想跟你争论主义问题，我是说，现在的政府里面，革命党的力量太薄弱了，根本没法跟旧军阀、旧官僚们争啊。为什么要争呢？合作不是更好吗？这些人不也都在为革命而奔走吗？既然我共进会能跟你文学社合作，那跟他们也能合作。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吗？我们两家的合作，不管有多大的矛盾，从根本上讲，还是革命党派之间的矛盾。可是呢，他们就……哎，那好像是邓雨林，他在祭奠谁啊？走。玉林，你们怎么也来这儿了？啊，我们俩谈点事儿，说着说着就走到这儿了。这是在祭奠什么人啊？这就是彭刘洋的墓，是武昌的老百姓受了他们的尸首，埋在这儿。是老天爷
让我们一起来祭奠他们的。青渊武帝，今日站在此处，真是百感交集呀。回想起来，北美与帝相见，为理想博，为主义辩，常常面红耳赤，甚少言欢之态。这一切都恍如昨日。而今革命胜利了，三镇光复，正需青云之才华为革命奔走，为国家出力。而今帝却撒手西去，与为兄两世殊途，这怎能让孙武不为之痛彻心扉，伏地长哭？彭楚范，彭青云，你走得太早了，太早了。想你刘福基，青年才俊，文韬武略，丝毫不让三国周郎大汉韩信。小诸葛之英名，更是无人不晓。回想与你在文学社饮酒赋诗，共论理想，是多么的豪爽，多么的畅快。当日在小朝街为起义之事争论，你和彭楚藩都劝我不可畏难惧死，没想到这话却应验在你我身上。如今我头颅尚在，头生于世，而你等三人却弃我而去，让我顿觉孤立无援，独木难支啊！姚成啊，姚成，你现在让我有话对谁说？有苦向谁诉啊？老杨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等革命胜利了，割几斤好肉，打几壶好酒，到你的杂货铺去喝。我当时还笑话你，说革命都胜利了，你还忘不了你的小杂货铺。我今天带了酒，带了肉来，咱们回到你的小杂货铺。铺子里坐不下，咱就把桌子摆到大街上。如今武汉都光复了，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，咱们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大街上喝呀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杨洪胜是革命党，是真英雄啊！老杨，
果你还没有走远，你就应我一声吧。老杨，玉林来看你来了，玉林来了，来请你喝酒。老杨，老杨，老杨。吴总指挥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赢的是时候。来，我敬你。侥幸啊！要不是熊秉坤他们事先发现了张彪的管推炮阵地，汤总长手下的消防兵又及时赶到，加上清兵又自乱了阵脚，否则现在的形势啊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这些都不重要，老百姓并不关心打仗的过程，重要的是我们打胜了，而且是大获全胜。啊，你听听窗外的声音，啊，这就是民心呐。有了民心，又有了军队，咱们还怕谁呢？啊？话是这么说呀，可我这心里啊，总是……总指挥，侥幸的话切不可再提，这与军心民心都不利啊！啊！哈！我看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啊，就是要改组政府，把那些不必要的人都踢出去。不必要的人？对啊，就是那些不服从我们指挥的人。哈，这样做会不会太着急啊？毕竟他们都是……吴总指挥，吴总指挥，这军队作战靠的是步调一致，政府做事靠的是协力同心。现在你不觉得军队当中有些人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吗？可是他们都是守义的功臣呐，就算要把他们弄走，好像也不太可能吧。功臣要的是尊重、恭敬，只要把他们捧上天，一切就都好办。革命说到底就是要建立有效的政府机制，将来全国都光复了，哎，还能像现在这样上来脾气就骂娘，掏出枪来就杀人吗？哈，那当然不行啊。所以啊，首先要给他们立规矩，等他们被规矩的难受了，自然会走。啊，当然，并不是要赶走谁，主要是为了政令能够顺利的实施，也是为了革命的事业更好的发展嘛。啊，吴总指挥，你大可不必顾虑啊。
那好，既然是对革命有利，我吴某人自然会赞成汤总长的意见。但是，我吴某人有言在先，让他们守规矩可以，如果要想伤害他们，我吴某人绝不答应。哎呀，哪里的话嘛！啊，他们是功臣呢，怎么可以伤害呢？那好，干！干！文熙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好，咱们回去吧。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要过汉口一趟，已经跟詹大悲、王玉珍等人约好了。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的形势，在宋教仁、黄克强先生来武汉主持大局之前，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。现在政府里到处充斥着旧军官、旧官僚，甚至还有主持立宪的人，这不是我的理想。我希望这种局面能尽快扭转。我谢呀，你太执拗了。不管他是旧军官、旧绅士还是旧官僚，在武汉这样革命的大洪流中，都会有所改变。我倒以为大家都是湖北人，沟通起来要比那些外来人容易一些。不如我们在坚定对方的革命立场上多下功夫，你看呢？让我想想吧。哎呦，我现在脑子比较乱，等我整理清楚以后再回答你。哎，于林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郑云，他负伤了。然后，我想跟熊秉坤、蔡启民他们一起庆祝胜利，毕竟他们才是首义的功臣。保卫武汉，还要靠他们这些人。跟这些当兵的在一起，我心里踏实。好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分手吧。走吧。哎呀，看来伤亡不小啊！是啊，要不是大哥的偷袭计划，没准儿会死更多的人。什么没准儿？是肯定。你没看见那几门大炮的威力吗？这次大哥呀，可是立大功了。是，要不说大哥的脑子真不是白给的。废话，要不大哥能当上协统？没点真本事，这帮兄弟能相信大哥？哎，你们刚才说的大哥是什么人物啊？真那么厉害啊？我大哥熊秉坤协统。哦，他非常厉害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个假护士怎么还没走呢？谁是假护士啊？算了吧，人家医院都说了，你不是这里的护士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这里的护士了？哎，大哥来了。大哥，哎，别起来，别起来，躺着。哎，怎么样？没事，不影响打架。你小子，没事就好。郑莹啊，你今天的做法很勇敢，就是太冒险了。
啊！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啊！表哥，表哥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小云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表妹。你不记得我没有关系，你那会儿出去当兵的时候，我还太小了。反正只要我记得你就行了，你就是我的表哥熊炳坤。表哥，你现在已经是血统了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让我留在这边当护士，我也要参加革命。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就在这忙前跑后的。人家医生说他不是这里的护士。哦，就想留在这儿当护士是吗？是啊是啊，你帮帮我吧。那你也不必叫我表哥呀。你就是我表哥啊。你认错人了。哎，这不是我姐给你的玉佩吗？你一直都在身上。帮我弄弄腿。哎，没这么回事啊！别听他瞎说。那你说，这玉佩它是怎么来的？反正啊，跟你姐姐没有任何关系。熊统领，您来了，我来看看我兄弟啊，他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。是，大哥，你就放心吧。失血过多，好好调养调养就行了。熊统领，小云姑娘你认识吗？他是我表哥。表哥？那个，他能在这儿当护士吗？对不起啊，这个当护士啊是需要专业训练的。您看我明白了，那就算了。表哥，你别再叫我表哥了。郑莹啊，好好歇着，有机会我再过来看你。好，大哥。跟着我干什么？你不帮我忙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进帐楼。哎，大哥，把他带回指挥部，叫人把他送回家去。放手！哎，你别跑啊！我跟你说一句瞎话，闹我这不是人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程正营队长那才叫大英雄啊！端着枪冲到山坡上，大喊一声“程正营在此”，谁也别想逃。还有那帮穷兵全傻了，程大哥那是一枪一个，撂倒了一排的人呐，那我是亲眼所见。哎，我也看见了，程队长在山坡上一边跑着一边射击，一枪一个。哎，你说他那个枪法是怎么练出来的？人家是神枪手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亲眼看的。你别吹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程正营那小子没说的，是条好汉。哼。谁也不怕，是不是？哎，熊炳坤和金兆龙怎么来？估计是去医院看正营了。待会儿吃完饭，咱们也过去。对。哎，这说起来啊，就他们这么干，人都逃命，就是老天有眼了啊！那是，要能叫好人有好报嘛。来，哎，小人呢？没下人。我今天去老彭他们的坟地看了看，把咱们打胜仗的消息跟他们说了说。那坟地啊，没几天的功夫，都长了杂草了。我这心里不好受啊，我真怕有一天会把他们忘了。不会的，有些人，有些事儿，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没错，就像刚才底下那帮弟兄们说的，程正营那一声大喊，恐怕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别人呢？那些没亲耳听见、没亲眼看见的人呢？他们会相信这些事儿吗？还会记得他们吗？玉林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谭嗣同
真汉子。人活一世，当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玉林，问心无愧就好。彭楚帆、刘福基、杨洪胜，他们这辈子都可以称得上是问心无愧于天地间。死不难，能死得从容、福分，能死得大义凛然、勇气。身后事，回也罢，玉也罢，说的难道真是你吗？说得好，春三，福分、勇气，正是我辈军人应该追求的境界。来，为了你这句话，干一碗！来。大都督，打了胜仗就应该一鼓作气消灭敌人，或者构筑工事严防以待呀，怎么可以胡闹狂欢呢？敌人若是反攻，如何应付啊？哎，大都督说的有道理啊，要不我就把汤总长和吴总指挥他们叫来。哎呀，算了吧，跟他们说也没用，这些人一点不懂军事。让他们乐吧。张锦良找到了没有啊？哦，来了，在门口呢。快让他进来呀！好。进来吧。属下叩见李统领。大都督，大都督。哎呦，来啦！快起来！李统领，我终于见到您了。以后不要叫我统领了，让别人听见会起疑心。哎，是啊，您现在是大都督了。来坐。怎么样？在前线很辛苦吧？李统领，这次胜利纯属巧合，要不是清军背后有人开炮，我们这些人早被人拿下了。会有这种事儿？属下亲眼所见。大都督，咱们还是早做打算吧。现在还不能声张，跟那边的联系也不能断。我要根据时局的发展才能做决定。明白吗？明白，属下完全明白。好，明白就好。你现在就回去，办事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如果别人知道了，我可保不了你的性命啊！哎，大都督，您放心吧，属下一定会小心的。那回去吧。哎。这次侥幸胜利，那下一次呢？哎呀，这个王占元啊，没想到这次还真领会了宫保大人的意图。汉口这仗啊，打的是越困难，那对咱们是越有利呀。那个蠢货，只有这么一次，真正明白老夫想要什么。宫保，不知道北京方面接到这样的电报会作何感想啊？哎，这个月的银子派出去了吗？已经派出去了。庆王爷那边最大的一笔已经由天津送出，2个协理。纳铜、徐世昌月银如数送到。另外，按老爷吩咐，
内宫太监总管小德张那边也送出了10万两利银，已经与他在京家属交割清楚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清泉，把件报里有关误会一节给删去。把我军战败，添油加醋加以渲染，然后给北京发过去。好。另外，给徐世昌发封电报，看看他是否有机会来环上盘桓几日散散心。现在北京肯定是乱成一锅粥了。能出来走走，也好清醒清醒脑袋啊。臣载沣叩见太后。五爷来了，快赐座。谢太后。奴才小德张叩见王爷。太后，我刚才看见端出去的饭都没有动，是不是不合胃口？回禀王爷，太后身体不适，不宜多食。那就弄些清淡的，净弄些油腻的干什么？回王爷的话，宫里的饮食一向是有成例的，是从太后老佛爷那时候传下来的，简单不得。算了算了，吃饭的事儿小，正事儿要紧。我听小德子说，前面又出麻烦了。是。大军新到湖北，各支统制张彪急于立功，鼓动河南张锡元部、北洋军王占元部贸然进攻，致使大败，现已退至社口。所幸殷昌之后续部队已然赶到，方稳定大局。这几日臣也在忙于调度，希望不久便有捷报传来。坐吧。是。小德子还说，这袁世凯不愿意出来，说是身体不适需要调养，他是不是嫌官小啊？张公公，瞧这意思，你知道的比我还多。启禀王爷，奴才也不过是道听途说，承蒙庆王爷不嫌弃，经常跟奴才说一些外面的事儿，也好禀告太后，也好让太后解解闷儿。起来吧，这也是你孝顺，王爷不会怪你的。是。坚果，要我说，这局面是越来越乱了。要不，我们给袁世凯加官儿，让他把湖北的乱子给平了，保住江山才是要紧。等乱子平了以后，我们再想法子收拾他也不迟啊。载沣一定尽力而为。臣告退。小德子，在。你觉得就靠五爷能把这乱子给平了吗？太后，单靠摄政王一人恐怕不妥。您别忘了，我朝历来都有摄政王争权的事儿发生。依奴才之见，不如听了庆王爷的话，尽快让袁世凯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洋人支持袁世凯，袁世凯又能压着摄政王，而摄政王又可以治着袁世凯。对太后来说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倒是明白得多。要知道，以后少说话。太监干政
是要乱棍打死的。你没看见刚才五爷不高兴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也是为太后着想。算了算了，起来吧。让袁世凯出山，要想个法子治住他才好啊。这些事儿啊，您就让五爷他们去想吧，您就别劳这个神了。清泉，八件宝里有关误会一节，给删去。把我军战败，添油加醋加以渲染，然后给北京发过去。好。要不，我们给袁世凯加官儿，让他把湖北的乱子给平了，保住江山才是要紧。等乱子平了以后，我们再想法子收拾他也不迟啊。前线张彪、张熙元、王占元分别来电。这个王占元根本就是个糊涂蛋，行动迟缓不说，还净干这种蠢事，哼，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啊！大帅，天气怎么还这么凉啊？真不想起来。老易啊，你说谁成事不足啊？大帅，这是前线的电报，您看看吧。混账东西，还配当将军？这正说明前线指挥混乱。张彪虽已革职，但仍滞留原地。大帅未到，湖北无人指挥啊。我想咱们还是加快点速度为好。哎，这是信阳吧？再往前走，就到了湖北境界了。大帅说的没错，过了信阳就是武胜关了，咱们终于到了。如果革命党在那个地方设埋伏，我们岂不是危险吗？这个王占元既然是北洋军的人，哎，这件事儿马上回奏朝廷和袁世凯，我们可不能替他们擦屁股啊！另外，告诉他们，指挥部就设在信阳车站，我就在车厢里办公。确定了革命党在武胜关没有埋伏之后，再做定夺。老易啊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啊！我再去睡一会儿。这下好了，不下车了，被革命党的炸弹吓着了。也许是被袁世凯的话吓着了吧。好，参谋长，这样吧，就按大帅的意思办。我去找一辆过路的军车，到湖北境内了解下情况，回来再做商议。何必呢？万一真被革命党打个埋伏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等等再说吧。啊，前线的情况不了解，我不放心呢。啊，就这样了。大都督，请您签个字。谢谢大都督。大都督，还有这个。谢谢大都督。来，吃啊吃啊！对于咱们带兵打仗的人来说呀，中午这顿饭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吃好，承上启下呀。对，这顿饭要是吃不好啊，一天都没精神。啊，大都督，
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有军人的参与，由于不懂惯例，经常出错，以至于工作混乱。哎呀，造成责任的交叉，相互的推诿，各类事情都是往上推嘛。就连大都督也是疲于应付，是事事分心呐。汤总长所言极是。我李某人多大的事情，那没有什么。可怕的是，长此以往，上面的政令无法下达，下边的事情我们上边无法了解。对，一旦影响大局的决策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呀。大都督，华龙会同诸位同仁拟定了政府的改组方略，还有各项管理条例，请大都督过目。大家尽管吃啊，不要管我。这些都是袁弘平日最喜欢吃的点心，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口味。时日处长了，我们彼此都了解了，我一定给大伙儿做好吃的啊！吃。谢谢大都督啊！多谢大都督。还有一件事，请大都督一并考虑。我等经过商议，均认为，趁我军兴盛，百姓们欢欣鼓舞之际，准备在跃马场搞他一次声势浩大的祭皇帝之仪。大都督，以为如何呀？好啊，当然了，既然成立了民国嘛，为昭告全国百姓，祭天大典那是一定要搞的。而且要尽快着手准备。好。还有啊，这些个建议很重要啊，只是还需各方公议。我个人是极力赞成的。这些当兵的乃是守义之功臣呐，一定要给予妥当的安置。是，此事还需汤总长和在座的各位一力推行啊。大都督放心，来吃。吃。你看看这个文件。来啊。把这个马上送去。是。祭天大典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不知道。我来的时候，那边正在搭台子。我们负责警戒任务，待会儿你跟我去。是。你别看着我呀，你吃饭啊。表哥。你别叫我表哥了，我不是你表哥。不管叫不叫，反正啊，你都是我表哥。表哥，待会儿你们都走了，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呀？我派人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去。为什么？反正我就是不回去。不，你总得说个理由吧？啊，这怎么能是你待的地方呢？赵龙，待会儿你送他回去。你别叫我表哥，我不是你表哥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小云。我没问你。小云。小云姑娘，坐。你看啊，这武昌马上就要打仗了，你一个小姑娘家，我不是什么小姑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就是来参加革命的。大哥，干脆把她留下算了吧，怪可怜的。留什么留？军营里头怎么能有女人呢？
你欺负人，就算你是血统，你也不能欺负人啊！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？哭什么？好了，别哭了啊！来，你坐。好，我给你写个条，到医院去工作，行了吧？好的。闺女啊，再多吃点啊！林大叔，我已经吃不下了。哎，吃不下就别吃，免得吃多了中毒。黄鼠狼，金大哥，你跟林大叔有仇啊？有，早晚有一天我要宰了他。干什么？哼！报告，丁部官长，听说你找我，部队为什么没有安置好？是兵乱哄哄的干什么呢？哎，大人，不瞒您说，他们是在找吃的，找水喝呀。一路上各兵站根本就不管用了，后面的车辆拥堵，供给运不上来，我们一天都没吃饭呢。要不是出发的时候带的干粮多啊，没准啊弟兄们都已经饿死了。现在带的干粮已经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来人，大人，带他到后车去，把咱们的干粮按照编制立刻分一些给他们。是，谢谢官长。报告官长，站长找到了。给大人请安。你这个站长是怎么当的？大军莅临，车站空无一人，连口水都没有。大人息怒，这实在是难了。大军一到，只管要吃要喝，开始还行，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我也没办法。朝廷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？一时吃粮拿饷，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。没吃的去找啊，躲起来能有什么用啊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偷奸耍滑，敷衍了事。本营将你就地正法。先将你的狗头系在你的项上，去，带你的人分头去找水源，供部队饮用。是。还不快去！滚！是。滚一边去！报告丁副官长。好，几位将军都到了，来，车里请。请。各位将军，鞍马劳顿未消，又为战事奔忙。银昌大帅让我代表他向各位表示致意啊！哎，辛苦咱不怕，为朝廷效力咱没二话。哎，是。只是挨自己人背后的刀子，太让人伤心了。到手的胜利没了不说，弟兄们伤亡更大，一下子去掉了一半啊！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呀？哎，张将军，这能怨我吗？啊，谁叫你们跟那乱党的军队穿着一样的服装，还都是蓝色的，我怎么认得清啊？啊，我以为他们是内乱了，想来个突然袭击啊，一举消灭乱党。谁成想打错了？啊，你看看，果真是打错了嘛！哎呀，打错了！哎，就依你所言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派个人去打听打听？啊，什么都不问，一下车就开炮啊！哎呦，当时军情紧急呀，谁有那闲工夫啊？啊，等我探明白了，两家和好了，他们合起来打我该怎么办呢？你丁副官长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北洋军欺人太甚，这事儿啊，不能算完。不算完又能怎样啊？我的损失还很大呢。
我的炮弹打没了，我的弟兄伤亡也很大，我还不知道找谁算账呢。王占元啊，你有种，咱俩把部队拉出去，找个地方大战一场，一决雌雄，敢不敢？打就打，我还怕你不成？等我跟副官长要了炮弹，我炸你个稀巴烂！你走走走！好了，吵什么？大敌当前，破敌之策未出，自己人先吵起来，成何体统？岂不让天下人笑话？你们几位也都是识大体的将军，不用丁某多说，此中的厉害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真要是闹大，朝廷怪罪下来，我看你们该如何交代？到时候，剿匪寸功未立，先因为贻误战机掉了脑袋，哼，得不偿失吧？哎呀，张将军，兄弟今天给你赔礼道歉了啊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打你们了啊！那我的损失怎么办呀？行了，丁某这次来湖北，倒是带了一些款项，到时候多给你补一些，如何？行了行了，多补偿些，多补偿些啊！那好吧。好，丁某晚于各位几天。你们几位都是先到之人，武昌那边的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你们几位是不是先给丁某介绍一下？此役乱党取胜，不过呢，他们取胜一定会大肆的庆祝，防守一定懈怠。如果咱们这次大举进攻，一定会大获全胜。不知道丁副官长意下如何？张将军真的以为如此？当然，那些个乱党都是些乌合之众，他们凭借的也就是新军那些起义人员。这些人以前都是我的属下，都是些下级军官，他们对军事能了解多少啊？对不对？张将军，我看你还是打听清楚了再说吧。啊，据我所知，张将军正是败在这些乌合之众手下，不是吗？所以啊，还不能大意。小心着点，哎，小心着点好啊！是谁呢？啊，这个丁振元，让他到前线慰问，他居然催我马上进兵，你看看，老丁他这是急着要将革命党消灭了，好去营救他那个小表妹。丁振元平时一脸的冷漠，我还以为他神仙附体，不食人间烟火呀，没想到他在武汉藏着个表妹。不过啊，这个小表妹啊，眼下是瑞城的卢夫人，就算找回来，还不得给人送回去呢？啊，我才不管那些个呢。总之，我现在不想去打，一下子打胜了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没劲。大方点儿，给乱党7天时间，7天之后，我要和他们决一死战。一将功成万骨枯嘛，打仗啊，不打死几万人也叫打仗。老爷，你说呢？大帅的话自然有道理。就这样给丁振元回电。小三，部队调好，准备打大仗。过去啊！好，大帅，大帅呀！
哎呦，哎呦，宝贝儿，哎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好啊。现在的用词还不够义正辞严。此次拜祭，事关中华民国国体之定论，必将载入史册的。啊，所以啊，各位，请大家用尽智慧，将祭文写得贴切恰当才好。啊，你们看，这里，大都督，你们来了。明天的大典准备情况怎么样啊？您放心吧，汤总长全都安排好了。扩军计划现在已经开始，原有5协的基础上再增加3协，6协协统杨选清，7协协统邓玉林，8协协统罗洪生，其余马队、炮队、辎重、工程各营均委派了管带，就等大都督签字发布了。明天的大典是谁负责保卫工作啊？第5协协统熊秉坤。大帅，大帅，萨振民、汤湘明亲自率领北洋水师，已经到了武汉附近。什么？多少船？有炮舰、战舰，有鱼鳞快艇，还有驱逐舰，20余艘呢。啊，听说海筹号、海琛号，还有海荣号也都过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这3艘巡洋舰均是由德国制造，6英寸火炮威力巨大，属世界第3级，是最新式的钢甲巡洋舰呐。朝廷连他们都派来了。大都督，您不必担心啊，我们想办法解决，好吧？啊。季明啊，你马上通知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，啊，快去！秉坤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秉坤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我们的大炮全都拉上来，啊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把那些军舰全都拦在武昌城区以外。就我们这些小炮，能行吗？那就向总指挥和军务部要求，让他们把全军的管推炮全都给我拉出来。快去，快去！秉坤，看来有场恶仗要打呀。是，那这祭天大典还能正常举行吗？那还怎么搞啊？到时候人往那一站，那海军的炮一响，那咱们还不都成活靶子了？啊？还是不要搞了，等打败了清军再搞，也来得及嘛。那咱们不就是怕了吗？这样做的话，对下面的士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我同意蔡继民的说法，绝对不能向他们示弱。你糊涂，这不是示弱。这个时候不一样，万一他们一炸，很可能全体将领一个都不剩。啊，那时候咱们这军政府不是瞬间就瓦解了吗？
大都督，我觉得这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大典一定要搞。只不过，我们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好啊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让部队沿江警戒，严密监视炮舰的动向，然后令炮台做好准备，一旦发生情况，抢先开炮。也许可以把他们吓跑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呢让会长这边尽量缩短进程。不给他们可乘之机吗？啊！大都督，你放心，让敢死队站在你的周围，一定保证你的安全。好，好，不用管我，革命吧。大都督，要不这样，以你的名义写封信，劝萨镇兵赞成革命。就算他不答应，也许还能拖延一点时间嘛。啊，是，我写，一定写。哈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抓紧准备吧。啊，这样做就能确保安全吗？不如这样，连夜书写请柬。我负责说动11国领事前来观礼。我就不信，有那么多外国领事在，他们还敢开炮。哎，这个方法好啊！老杨，对不对啊？杨先生，杨部长，这个主意好啊！马上去办！哎，还要正式通知一下萨镇兵，就说洋人也要来观礼，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了，呀。对，通知他们，让他知道，绝对不给他们任何借口。马上去办啊！好，弄准备，去办，快抓紧！哎，抓紧啊！
各位父老乡亲，守义之地的各位英雄，今日我等聚集于此，为革命之成功、民国之建立，祭告先祖皇帝，昭告天下同胞。此一刻，视为国家之大幸，民族之大幸。我宣布，祭天大典现在开始。请鄂军大都督黎元洪宣读祭告皇帝文。This is a civil country. Do they still need to kneel down? His old habit. They need time to change it. 为皇帝纪元自1609年中秋月下换4日，选曾孙黎元洪等仅以香花清酒生肴之仪，祭奠于先皇帝在天之灵。曰：辅以皇帝承天御事，终其运灵，乃圣乃灵，润文润武，奠基中夏，隋服九州，皆中华文明之国，沿神明义祀之作，绵延至今，约4000余载圣神功德，披诸环球，重报盼想，自表同情。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。自是以后，圣子神孙，历世相承。尧舜以禅让积息，汤武以征诛定乱，几乎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，皆能养成遗训，奋决声威，振服百蛮，荒宅九土。为是方今朝廷横征暴敛，200年来，人民食羹，贪官食之，百姓食之，无力医之，以虎狼贪鄙之心，凌虐于400兆主人之身，负我手足，辅以苦役，强令我跪拜夫妇，以供全满奴隶之意，欺我高血，藏之私库，自河山为自由，取财富若家珍，罪大恶极，捉发难赎啊！今年以来，监清政府自欺荒淫，不恤国耻，我被痛心疾首。因忧之事，义愤填膺，久思荒复故物，客转先烈，
卧薪尝胆，非议朝夕，自行一期一举，不冲召而克服全恶，临将相迎，不学日而地定东胆，众志一心，务以歼除群恶，恢复神州为目的。袁弘德薄志浅，仰托先皇临川之平，依赖同志进行之锐，势必达到目的，使我5000年文明古国历史上发异常光彩，子子孙孙拥抱幸福，为我先皇皇帝实施建制。上香，民国万岁！大都督，你今天真是神采奕奕啊！祭文写得好，你演的更是好。我看见台下有好多士兵，还有周围的老百姓啊，都是流着眼泪听你宣读了，是吗？啊，我怎么没注意呀？我只顾着读祭文了。真的，您没听见吗？好多人啊都在喊“李大都督万岁”啊！喊我万岁，大都督。哎呀，汤总长，大都督啊，今天的场面实在是太感人了。走，好，请。祭文写得好啊！哪里，一定是出自你的手笔吧？大家研究，大家研究吧。大都督啊，萨镇兵的事情，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。以目前的实力来看，革命军确实没有抵抗海军大炮的能力，咱们还得多想些办法呀。以你之见呢？实不相瞒，我的胞弟汤祥明就在萨镇兵身边当差，我准备给他写封信，劝他赞成革命，鼓动海军将士起义反正，也许能够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呀。您看，好，我也可以给萨镇兵写封信。看着他的口气，当年我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，他曾经是我的老师。我们有师生之谊呀。这可太好了，此人还算开明。我写封信劝劝他，希望他能听我的劝告，率军投奔革命。哎呀，大都督，如果这萨镇兵可以反正，那武昌乃至全国的革命也就彻底无忧了。希望如此啊！希望如此。混蛋！就打了个小小的胜仗，啊，搞什么祭天大典？你们说，他们这么做，把朝廷置于何地？都他妈是混蛋东西！你们三个说，有什么看法？这些都是军事上的事儿，好像应该跟军资府商量才是。我们内阁不便发表意见吧？当初是你们三个极力推荐袁世凯，我答应了你们的建议，结果呢？他说他身体不好，他不出来，军资府怨气冲天。现在打了败仗了，你们要我去找他们，你们说，我找他们有什么结果啊？王爷，依臣之见，袁卫庭可能是因为害怕才不敢出来的。我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吗？他害怕什么？
害怕我吃了他呀？建国虽然答应了，可朝中恨他的大有人在。还有，把他扔在环上3年没人询问，如今国家出了乱子，才想起让他出来，他心里自然有些怨气呀。怨气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你是让我把满朝文武大臣都杀了，然后去他家负荆请罪，亲自扶他上轿，接他来京？哼，你们呐，我不管。袁世凯是你们定的，这事儿你们就得负责到底。大帅，萨振兵汤祥民亲自率领北洋水师，已经到了武汉附近。多少船？有炮舰、战舰，有鱼鳞快艇，还有驱逐舰，21艘呢。啊！云坤，看来有场恶仗要打呀。是。实不相瞒，我的胞弟汤祥明就在萨振兵身边当差，我准备给他写封信，劝他赞成革命，鼓动海军将士起义反正，也许能够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呀。怨气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你是让我把满朝文武大臣都杀了，然后去他家负荆请罪，亲自扶他上轿，接他来京？哼，你们呐，我不管。袁世凯是你们定的，这事儿你们就得负责到底。王爷言重了。袁世凯虽然是我们举荐，实在是众望所归。要不是洋人亲自出面，王爷也不会答应，不是？怎么着？依您老的意思，我还真得去赔罪呀？啊？没有，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啊，臣琢磨着袁卫廷称病不过是做样子，等着朝廷再给他台阶下。王爷不如派个人去见见他，以示诚意。如果他真是生病了，哎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找人代替，也就对外有个交代了，不是？你说的有点道理。那你看，谁去比较合适？啊？王爷，还是臣去一趟吧。臣过去与袁卫廷曾经共过事，虽谈不上什么交情，总还是有些情面。所以，由臣去见见他，也许最合适。行，你就去一趟吧。那个袁世凯，如果他真的是病了，朝廷也好早做准备，不能老这么吊着呀。是，王爷说的是。哎，散了，今天散了。恭送王爷。火车还没来，看来咱们来早了。早来了好啊，早点在此等候。这人呐，没有喜欢等人的，谁都愿意被人等。看见有个人在这儿等你，是件很惬意的事啊。公宝说的极是，徐相爷这次来，肯定对您出山有莫大的注意。咱们是应该表现出一些诚意来。最有注意的是武昌的局势，
是啊，萨镇兵的海军已经到了湖北，也不知道英昌下一步作何打算。如果他们真的海陆联合的话，我担心这武昌的革命党恐怕是……庭川啊，你去问问这火车怎么还没来呀？好。海军，萨镇兵。大人，这是英国领事葛福，代表11国领事给您发来的照会，您看看。大人，洋人是不是又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了？过分？不过分。保证外国侨民的安全，保护各国租界的利益，你认为这个过分吗？洋人就是洋人，到什么时候都首先想着自己的命，他们才不管别人的死活呢。有了这个照会，恐怕这次来湖北，海军也不能有什么作为。大人，我这有一封让我转交给您的信。您知道，汤化龙是我的胞兄，现在人在武汉。武汉革命军政府民政部的汤总长。不，大人，我们很多年都没见面了。担心的事儿，你知，我知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二位大人，龙管带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来是想向大人请示一下，咱们不能老闲着呀。陆军那边都开始闹腾了，咱们是不是也放2炮啊？好啊，你想往哪儿打呀？我能想打哪儿啊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往汉口放2炮？那好，不过你得保证炮弹不能落到洋人的租界里。那我可保证不了。这些炮舰呐，在洋人手里是利器，怎么到了这儿，都快变成废物了。大人，那咱们还开炮吗？随你的便，你自己决定吧。荣管带呀，荣管带，你说你没这金刚钻，你揽什么瓷器活啊？再说了，不老老实在舰上待着，你跑这儿起什么哄啊？我还不是为了兄弟们着想，我们开了20艘舰船到湖北来，1炮未发，不丢人呐？丢人？大清国丢人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大哥，刚才吃的河蟹就是出自此湖。味道鲜美，的确是上品，在京城里很难尝到啊。是石凯亲自喂养的。怀上3年，整日是提心吊胆。只有这些虾兵蟹将陪我度日。如今朝廷让我出山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们呐。
好茶，味道上乘。这个不会是荣安老弟自己种的吧？大哥玩笑啦！世凯是个粗人，摆弄个螃蟹尚可，种茶这可是大雅呀！世凯不会呀。大哥，螃蟹无知，几粒芝麻就能让他们争先恐后的抢夺，全然不知，马上就有性命之忧，真是愚蠢的紧呐！不是螃蟹太愚蠢，是主人太聪明。是啊，人太聪明了。不过，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还真不如这些螃蟹来得直接。只要认清了是好东西，一下家主，绝不松手。胡宝啊，别看这水面波平文静，啊，这水的下面还真藏了不少宝啊！啊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亲手扔上几粒芝麻，还真没想到你这小小的湖里会有这样的乾坤呐！世凯心里想的，能瞒得了别人，还能瞒得了大哥您呐！我知道你说的好东西是什么，无非就是一个保证，不希望自己重蹈3年前的覆辙呀。不过，咱们先把话说在头里，你我两家世受皇恩，不管今后怎么样，你我今后绝对不能做对不起朝廷的事。哎，大哥，世凯是那种人吗？大哥，世凯心里无非2件事：一是要给北洋军的弟兄们谋条出路；第二，也就是给我那些不争气的儿子们留条后路，仅此而已。真的？肺腑之言。你我自家兄弟，弯子就少绕些，说吧。大哥呀，这次您来了，我是不能不出去。可这么出去，我还是真有点心有不甘呐。那就提几个条件。怎么提？这我还真得好好想想。世凯全听大哥的。1. 明年即开国会。2. 按国会章程重新组织责任内阁。3. 宽容此次参与武昌事件起事诸人。4. 解除党禁，实行舆论自由。5. 给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。6. 给予十分充足之军费。够了，别念了。徐志昌，这就是你去了趟环上的结果。结果，臣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。你，建国，万万不可答应！
历朝历代从未有过如此荒唐之事，臣子居然向朝廷提条件，这分明是造反，是忤逆。臣请监国和太后严厉驳斥。王爷，您说的也是。可是这历朝历代也没听说过革命啊，更没见过洋人的大炮啊。太后，监国，袁世凯乃狼子野心，万万不可信任。军队倘若落在此人手里，祖宗200多年的基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呀！哎呦，我的老王爷，您就别在这里添乱了啊！如今湖南、陕西、九江、宜昌纷纷响应武昌之乱，先后宣布独立啊！鹦鹉楼出师日久，毫无胜绩，倒是败报频频。如果再不当机立断，恐怕全国都要群起效仿。到那个时候，祖宗的基业可真的要没喽。鹦鹉楼不行，朝廷可以另选他人呢，为什么非袁世凯不可呢？换谁呀？啊，你说换谁？梁璧吗？哎，他倒合适，可人家洋人们不干呢，奈何呀？看看，啊，看看，这是各国连续发来的照会，人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马上就要收回贷款，啊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了吗？没钱了，没钱了，这个仗怎么打呀？要不你们拿出钱来给前线的将士们发饷，啊，你们要愿意，我是不反对。生不钱，真的没有钱，可不是嘛，哪有钱？各位，这6个条件，损失最大的是内阁。身为总理大臣的我，和2位协理大臣并没有提出异议，反倒支持袁卫庭出山。足见我等对朝廷之安危不惜弃官之决心。贵为皇亲国戚的各位，让你们出钱助饷，不愿意；接受袁世凯的条件，还不愿意。老夫就不明白了，各位到底是居何心？难道非要让祖宗的江山葬送在乱党的手里才甘心吗？经太后皇上圣裁，各位，兹事体大，不宜操之过急。各位，请先回吧，让我好好想想。臣等告退。胡哥，就这么算了？你先去吧。看来不答应袁世凯的条件是不行了。太后圣明，现在朝里朝外，加上洋人，都向着袁世凯。要不就先答应他吧，等平了武昌的乱子，我们再想办法。要是答应了，再想治得住的可就难了。
难道那袁世凯还真敢反了不成？那也未必。只不过，这军权要是交到他的手上，对朝廷总不是件好事啊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，谁让我们无人可用呢？现在，唯能阻止袁世凯出来的，就只有殷昌了。我马上去发电报，催他速速进剿。等拿下了武昌，谁也没话说。眼下也只有这个法子了，那你赶快去办吧。是。大帅，丁振元回来了。欢迎大帅亲临湖北前线。振元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坐。好。42标入信阳的人反了，占了武胜关。全仗大帅妙算英明，后方才不致有失。要不是我在信阳指挥把他们赶跑了，还不定出多大乱子呢。大帅说的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朝廷刚发来的急电。哦，庙堂之上有些乱了。念。 5楼，这是开头。是。5楼，汝亲率大军南下，时已久矣。朝廷叛胜，举国翘首，汝知则不为不重。然今仍电催大军急进，实乃无奈之举。 望汝务于月底之前谋一胜之节，方能解朝廷之急，国家之危。且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语无伦次不说，还如此卑劣。朝廷这是怎么了？ 北京现在啊，恐怕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进攻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各路人马都已经到了指定位置，一切都在准备之中。大帅，请看，这是汉口的3道桥，进攻就从这里开始。但是刘家庙附近有叛军的一个炮台。 经常发炮对我军进行袭扰，所以在进攻之前，首先要把这个炮台阵地摧毁。另外，大青山炮台的炮火也可以支援叛军军队，但是我军现在的位置，令我军的炮火够不上那里啊。可以请海军沿江而上，对其发动攻击。可问题是，萨镇兵的军舰进入湖北以来。 所有的炮舰都停在了阳罗附近，至今一炮未发，不知何故。不是我小看他老萨，他这次来湖北，根本就是多事。刘爷让他来，只不过是想让他显摆显摆海军的实力。其实呢，有我们陆军的人在就足够了。海军那些人。 我还不清楚吗？老萨这辈子只打过1次仗，还是败仗。其他的管带，连炮打多远都不清楚，全是些废物。这整个海军能驾驶舰船全速前进的不超过5个人，
听说这次来湖北，还是请的洋人公司的导航。要不然能不能到地方都不好说，指着他们，还不如靠我们自己呢。大帅所言极是，不过，属下还是想找萨镇兵谈一谈，看看能不能给咱们一点支持。去是可以去，可是去了，不一定能有什么结果。哎，镇元，通知各部，抓紧做好进攻的准备，务于25日前开始发动进攻。是啊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到前线去督阵的。哦，大帅，您是不是移到临时指挥部去办公啊？我已经派人给您准备好了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呀就在车厢里办公吧，这省得给地方官员添麻烦啊。哎，你们忙吧，我去休息会儿啊。各位现在手里的这份军政府组织条例，是同盟会的居正先生受孙文先生之委托带到武汉来的。孙先生在国外研究革命多年，诚恐一旦起事而无所依从，故预定了此条例。今闻武昌的同志起义，特遣居正先生送来这份条例，还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啊！孙先生的这份管理条例是这样定的：军政府设都督一人，为一省最高之文武长官，下设军政和民政两大部。军政部设总司令一人，由都督兼任。总司令下设参谋、军令、军务三个部。民政部长设一人，下设外交、财政、交通等司。嗨，既然是孙先生定的，就不用念了啊！大伙儿照着做不就行了？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将主管各个部门的候选人这个名单给大家念念，好吧？然后咱们进行公平选举，如何？好。爹，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？你没看看爸爸钓鱼呢吗？那鱼是要跳上岸来咬钩吗？丫头，敢逗你老爸？爸爸老喽。那就不钓了，咱们回去吃东西，我都饿了。好，那就不钓了。回去吃东西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吃炸酱面吧。又是炸酱面啊？那我不跟你吃了，我去找大哥，他们家好吃的多。余生外向，为了一口吃的就不管你老爸了。那好吧，就吃炸酱面吧。走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走吧！公宝，公宝，公宝，洪全啊，如此慌张，不多见呐。五爷给殷昌发电了，催他尽快出兵，最迟在月底之前，就要他得一个大的胜利。月底之前？对。爹，你们说正事，我先去大哥那看看。那你去吧。哎，
哎，那今儿晚上的蟹黄包子，我就一个人吃了。不是炸酱面吗？哎，爸爸改主意了，蟹黄包子了。那爹太孤单了，我还是等着你吧。丁全啊，哎，五爷这是不死心，给冯国璋发报，好，明确告诉他，我出山以后，他就是顶替殷昌的第1军司令官。让他星夜赶到武汉，立刻找到王玉甲、王占元2部，明确告诉他们，都给我老实着点。好。乖女儿啊，记住啊，干什么事情都不能着急，一着急呀，就是出错啊！爸爸这么喜欢你，能让你吃炸酱面吗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我记住了。走吧，去吃蟹黄包子。看看，刚说了又着急。好，走。爹，各位，各部首脑的名单出来了，我再给大家念一遍。大都督黎元洪，民政部长汤化龙，谢谢。军政部所设的总司令就由黎大都督兼任，财政司长胡瑞林，参谋部正副部长杨开甲、吴兆林，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、蒋义武、张振武，外交部长。怎么回事？开炮！是海军的炮啊！大都督，我告诉你不要再开下去了。反正的名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还是让他们回自己的防地去吧。回吧，大伙都回吧，回吧！走，通知卫队加强警戒，快！大都督，看来这仨镇兵是拒绝了。大都督，青山炮台打来电话，说北海军海琛号向他们所在位置发炮20枚，但无一发命中。哦，无一发命中？对，电话里是这么说的。这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是给咱们留有余地？混蛋，蠢货，一发都没有命中，你还算什么海军管带呀？啊！又不是我开的炮，他们不争气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放屁！他们不是你带的兵吗？啊！炮还没有开，你倒跑去吞云吐雾了，啊！这样的事情要是让上联知道了，你还想要脑袋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对于练兵一定要严加督促，严加督促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！属下今后一定改正，严加督促，谁在20发不中，我砍了他脑袋！你！混蛋！混蛋！提督大人，丁副官长驾到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请。好，请。请。请坐，请坐。上场啊！不必了。殷昌大帅让我向提督大人询问一下，为何不向敌阵开炮啊？打了，怎么能不打呢？只不过嘛，洋人的租界都在江边，怕误伤了而已，所以打得较少。
大人可以向武昌开炮吗？直接轰击他们的军政府。这个我也考虑过。只不过江面狭窄，后面又是租界，军舰夹在其中，双方如果相互炮击，难免伤到身后的租界，到时候洋人找起麻烦来，也没法向朝廷交代呀。那大人是否考虑过封锁江面，不让武昌和汉口革命党的船只密切来往啊？考虑过，考虑过。只是实在难以分辨船只的归属。你刚要行动吧，嘿，他升起一面外国旗来，实属可恨呐！哎，最后只好放弃了。大人，能否命令属下协助我等将大青山炮台击毁？这个嘛，这个倒是可以的。不过，派谁去呢？唐副官，你带海辰号去怎么样？大人，你看我是学轮机出身的，我对打炮不在行啊。对，你去是不合适。那海辰号管带，你去怎么样啊？大人，我这不是打过了吗？您看这个，一群废物，养你们有什么用啊？提督大人，请息怒。我看，要不这样，就请海辰号跟我走一趟，让我的属下指挥他们开炮，您看如何？哎，好，我就带二位到海辰号去，请跟我来。那好，提督大人，告辞了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还嫌人丢的不够？堂堂的海军竟然让陆军指挥开炮，滚回船上去！是。大人，魏夫人派人送来几样亲手制作的点心。现在也只有他惦记我喽。大人，魏夫人还让我特别转告你，让您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元吉啊，这回我怕是真的死无葬身之地喽。海军如果开炮，我们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，到头来，你我都难逃一死啊！当初真不该把你留下。大人，那也说不定。毕竟，萨镇兵到了武汉之后，除了偶尔派出几个小火轮，由岸边阵地互射几炮之外，似乎没什么大的举措。银昌到了汉口，也没有继续前进的动向。如此说来，也许他们先怕了我们，也说不定啊。海军不开炮就好了。那军舰上的炮口这么粗啊！
您慢走。梅师爷，如夫人，我说过了，不要再叫我夫人了。梅师爷怎么还没有离开武昌？你不是也没走吗？海军的大炮，唉，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。